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双方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阿根廷作为拉美第3大经济体，对于“一带一路”向拉美的延伸意义重大。中阿元首会见中，习近平强调，双方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互补优势，落实好水电、铁路等现有重大项目，深化贸易、农业、能矿、基础设施、投融资、抗疫等领域合作。费尔南德斯表示，阿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化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阿投资合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与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长卡菲罗代表两国政府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据介绍，双方将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第三方市场等领域开展合作，探讨挖掘双方合作的新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成员增至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阿根廷也成为“一带一路”大家庭的最新成员。而作为拉美重要的经济领头羊之一，阿根廷加入共建“一带一路”无疑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和标杆意义。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阿根廷还是一个即将接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的国家，它作为轮值主席国能够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会给我们这个中拉整体合作提出一些新的这个理念，注入一些新的动力，开辟一些新的这个发展的前景。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阿根廷很早就流露出加入的意愿。2017年，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就参加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通过加入“一带一路”，阿根廷希望获得中国在基础设施与运输、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采矿、制造业、农业、创新和信息科技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投资。这将帮助阿根廷缩小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更好地与智利等邻国融合。智利是阿根廷通往国际市场的重要商业通道，打通与智利的联系，就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但阿根廷长期受债务困扰，是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较高的拉美国家之一，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债务国之一。今年1月底，阿根廷与 IMF 就约445亿美元的债务再融资计划达成协议，由此暂时避免出现债务违约。由于美国是阿根廷最大债权国，并且在 IMF 当中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所以阿根廷如何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也是其能否加入“一带一路”的重要条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南德斯总统在访华前一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就表示，阿根廷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摆脱这一巨大的依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严谨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此次中阿联合声明中的第18条就提到，中方愿与阿方和其他各方探讨转借特别提款权和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的方案，以推动经济发展，维持财政稳定，并促进双边贸易。短期可以提高阿根廷的偿债能力，再结合中阿其他务实合作，可以在中长期帮助阿根廷产业升级和国家发展能力。是一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阿根廷，帮助阿根廷摆脱债务周期危机发生的这么一个协议。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阿达成这项协议毫无疑问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的。美国对拉美的影响力远不止债务问题谈判，而是将其视为自家后院，并施加全方位影响。包括中国或者俄罗斯在内的域外国家在该地区进行商业或者政治活动，都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的警惕甚至阻挠。为了阻挡中国进军拉美，美国还推出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在此次北京冬奥会期间，拉美国家用实际行动向美国表明了态度。除了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外，厄瓜多尔总统拉索也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中俄两国也正式启动自贸协定谈判。他们都不约而同，一致选择了这个中国，也就是说，拉美国家从传统的标志，拉美国家从传统的向北看，也就是寻求美国的帮助，到向东看，寻求中国的支持，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明，即便是在美国这个拜登政府排华护院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拉美国家应该是不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压力，也不会在美国压力之下去选边站队。也就是说，只有它符合本国利益的，符合这个本国人民利益的，符合本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才是这些国家所奉行的，也就是独立自主的这个外交政策。除了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阿根廷还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大年初一，与中方相关公司正式签署阿根廷阿图查3号核电站项目设计采购和施工合同。据阿根廷核电公司披露的消息，阿图查3号核电站预计投资总额80亿美元，约合508亿元人民币，将创造7000多个工作岗位。中核集团将通过工程总承包方式，以交钥匙模式为阿根廷建设一座华龙1号压水堆核电站，及竣工及设备安装、初步操作都顺利运转之后，就把项目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完整地交付给阿根廷方面进行经营。作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1号是当前核电市场接受度最高的3代核电机型之一。每台华龙1号机组装机容量可达120万千瓦，年发电能力近100亿度，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多万棵。这一次呢，中阿的签署的这个核电大单啊，也是在中国在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正在兑现作为一个全球大的这个经济体的这个在减排，在这个提高空气质量，在服务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能源转型方面兑现自己的这个诺言。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习近平主席周日在北京会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中阿元首重点谈及阿根廷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议题。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童迪。其实，在费尔南德斯总统访华前夕，中阿两国在2月4号当天就已经郑重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这意味着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南美洲画出了更大的同心圆。我留意到，习主席在会见费尔南德斯总统时谈到了一句话，为中阿经贸交往奠定了总体目标，那就是中方愿同阿方共享发展机遇，助力阿根廷扩大出口和产业升级。在我看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践行这个目标的重要纽带，而中阿水电、铁路等现有重大项目就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现方法。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升级，需要完备的基础设施作为承托，水电、核电、铁路的建设恰好就是牛鼻子。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实力与实现能力，在国际上都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可以说，中国方案解了阿根廷朋友的燃眉之急。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2月3号，驻阿根廷大使邹肖丽接受了阿根廷《12夜报》的书面专访，一共有11个设问，其中几问在我看来非常解渴。比如第6问，尽管面对疫情造成的危机，习近平主席还是在去年年底宣布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您如何看待中国迈出的这重要一步？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在扶贫方面有什么建议呢？再比如第7问，“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一项伟大倡议，阿根廷可能也会很快加入，但目前阿根廷社会普遍并不了解这一倡议，它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可以给沿线国家带来哪些好处？为什么要加强中阿关系？为什么要共建“一带一路”？我想这些问题在两国政府层面已经充分达成了共识，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两国元首这场会见取得的良好共识转化为两国人民真切的获得感，用务实的举措与系统的落实来回答以上几个疑问。
我认为人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胜过一切广告。一带一路过去所取得的与即将取得的成绩将最具说服力。那么在您看来，促使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的内生动力是什么？阿根廷参与一带一路又将面临哪些困难挑战呢？你问到了点子上。一带一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合作倡议，不是历史上某些强权霸权打着利益旗号却用各种手段把对方架上谈判桌签订的不平等合作协议。这个倡议关注的是共商、共建、共享，正是习主席那句共享发展机遇。因此每一个敲门加入这个大家庭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看到了一带一路为他们本国能够带来的发展机遇。这是由内生动力所驱动的国际间合作，阿根廷也不例外。当然，一带一路在阿根廷的延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许多拉美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共同特征——钟摆效应。在左派与右派政党政权更迭的争吵过程中，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问题仍然摆在桌上，而选民们只是换了一个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却没有给他们解决问题的足够时间。中国此前在阿根廷的不少投资项目，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的钟摆效应下陷入了停顿。而作为阿根廷主要债权国的美国，又是否真的会坐视“一带一路”倡议在自己的所谓后花园里茁壮成长呢？这也是一个重大变数。一个细节非常打动我，那就是费尔南德斯总统此次访华的行程安排。他在北京期间，除了出席冬奥会开幕式，先后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还专程参观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并敬献花圈。在与习主席的会见结束后，他的高级幕僚对习主席说了一句颇为地道的中文，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费尔南德斯所领导的阿根廷正义党信奉庇隆主义，他在阿根廷的执政是通过与左派结盟共同实现的。这位急需解决现实主义问题的领导人心中仍有理想主义的底色，而此次中国之行，他的所见所闻带给他及他的同僚极大触动。我认为这为中阿两国两党间的友谊产生了深远影响。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北京冬奥会引发全球媒体关注，现代开放自信的中国、科技绿色奥运的典范等表达成为报道中的高频词。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西方媒体再次戴上有色眼镜，将奥运政治化。对于种种杂音，国际奥委会专门做出相关反驳和澄清。实际上，中国无需理会这些杂音，因为无论他们再怎么搅浑水，北京冬奥会都将成为一场被载入史册的精彩盛会。国际舆论普遍高度评价北京冬奥会，许多外媒注意到，开幕式体现出了现代中国开放自信的风采，以及对人类团结友爱、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升华。除此之外，北京冬奥会的赛事筹备和后勤保障的温馨周到，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力量与温情。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呢，不但是他们这些国家的民众，而且呢，他们国家的参赛的这种奥运会的这个运动员呢，对这一届奥运会呢都寄予很高的期待，而且呢，对中国政府的热情的接待以及完善的设施呢，都表示了很大的赞美，都非常的这个称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西方这些媒体呢，他们也要照顾他们国内民众的情绪，特别是他们参赛的运动员的情绪，所以他们的调子呢也有所转变。但与此同时，仍有部分西方媒体仍戴着有色眼镜看北京冬奥，报道方式也令他们的双标显露无遗，一些措辞相当分裂。德国电视2台在转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时，时而盛赞艺术效果令人惊叹，感慨称中国既有严肃的一面，也有如此富有想象力和童趣的一面，两者的结合让人感觉很奇妙。时而又硬扯所谓人权问题，矛头对准新疆、台湾和香港等议题；时而又老调重弹，称是西方帮助中国实现了强大。
把人权作为他们诋毁中国的这个工具呢，是他们已经使用已久的、已经用烂了的工具之一。但是他们仍然呢，也要用这个工具呢，说明他们现在所剩下的抹黑中国、诋毁中国的工具呢，已经所剩无几了。澳门城市大学普语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厉天佑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借机把冬奥会政治化，但中国无需理会那些小杂音，因为无论他们怎么搅浑水，这届北京冬奥会都注定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届盛会。 Olympic Games are basically an opportunity and an opportunity for so many good things, and just let's forget about all this small talk that everywhere you go, in every society, every corner you have people saying bad things about whatever you do. There's always people criticizing, but what we should do as responsible people is to emphasize the benefits, the importance, the meaning of these games. 谈及对于冬奥会开幕式的观感，厉天佑称，除了跟所有观众一样被精美绝伦的呈现方式震撼之外，另一个让他动容之处就是现场观众的热情与感染力。I think the most amazing part is to get back to as normal as possible. I mean, quite remarkable was the presence of public. The audience was really the cherry on the top of the cake. 就在本届冬奥会开幕前夕，厉天佑在澳门葡文媒体《今日澳门报》发表文章《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虎年的开端，中国梦再向前迈进一步》。谈及这篇文章时，厉天佑表示，通过北京冬奥会，中国不仅给世界树立了团结合作、互助互信的榜样，更将为日后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更大舞台。The Olympics is not only the games, it's the spirit. And I think China has taken a leadership this year, and especially in the so hard and difficult conditions that we are all facing right now. This is really an achievement,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proud of.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式致辞中多次提到虎年的概念。厉天佑认为，虎年象征着力量和变革的勇气与决心，这也正是北京冬奥向世界展示出的重要气场。他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自己10年前随妻子来到澳门，执教期间已几乎走遍全中国的各个角落。他亲眼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众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距离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越来越近。而北京冬奥会也正是这一变革过程中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Not only the games, as I mentioned before, but also to us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take to promote a kind of leverage, to leave something that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change the reality of people, the idea of sustainability, the idea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idea of using the games as a sour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iving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excel themselves. And this is very much directly linked to the Chinese dream. I always tell my students, you are so lucky, and you need to contribute to this change. 美国官员持续以私下吹风或公开讲话的方式给俄乌边境局势浇油，称俄罗斯随时可能进攻乌克兰，规模可能大致全面入侵。吊诡的是，当事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却在不断辟谣，表示不愿打仗。敏感时点，欧洲主要大国德国、法国领导人展开密集外交斡旋，防止欧洲重燃战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乌克兰局势。马克龙曾表示，目前仍有可能与俄罗斯达成一项协议，以避免乌克兰爆发战争。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具有提出自身安全担忧的正当性。路透社认为，马克龙冒着与美国不同调的风险出访俄罗斯，是压住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外界注意到，马克龙在启程访俄前，也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马克龙警告称，不要期望莫斯科采取单边措施缓解局势，并表示俄罗斯有权提出自己的担忧。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提到，马克龙意在暗示西方国家在任何协议中都必须做出一些让步。今年初，法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一职，加上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政客网报道认为，马克龙希望借此机会打造自身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提升法国乃至自己的政治威望。路透社援引马克龙身边人士的话报道，马
马克龙此次出访目标之一是争取时间，让局势冻结几个月，至少维持到欧洲超级4月选举月。届时，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法国都将举行大选。马克龙强调，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必须切合欧洲的时机，避免局势恶化造成难民危机，避免引火烧身。马克龙为什么要斡旋？还是欧洲存在这种安全的困境、安全问题，所以呢，就是老欧洲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乌克兰的问题，同时呢，又交织着这个欧洲的安全问题，又交织着俄美关系，所以仅靠马克龙的这种一次的斡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这么复杂，即使是谈判，我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必须是几方相互努力的一个过程。就在同一天，就任后首次拜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也走进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预料议程焦点也将围绕俄乌局势展开。此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舒尔茨回应了美报记者的一系列强硬追问。舒尔茨拒绝外界对所谓德国支持乌克兰力度不够的指责，声称乌克兰一旦遭军事入侵，对俄罗斯的反应将是团结且决定性的。但对美报记者就一旦战事发生，德方会否中断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预设提问，舒尔茨并未明确回应，只强调所有选项都在桌上。舒尔茨也声称，他将在下周2访问莫斯科。前一天，他还将前往基辅斡旋。此外，舒尔茨还在访问中回应了所谓头盔争议，强调德方是应乌克兰要求提供5000枚军用头盔。此前，在乌方多次要求德方提供防御性武器后，德国防部上月底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军用头盔等物资支援。不过，基辅市长克里琴科看起来对德国的礼并不满意，他回应说：“这让我们很无语。接下来，德国将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枕头吗？”另一方面，美国仍不断加大火上浇油的力度。上周，美国情报部门透露消息称，一旦开战，将导致25000至5万名平民、5000至2万5千名乌克兰士兵和3000至1万名俄罗斯士兵死亡，并有100万到500万难民流离失所。周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更耸人听闻地预言，俄方最快明天就会发动攻击，从网络战到全面入侵均有可能。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very distinct possibility that Vladimir Putin will order an attack on Ukraine. It could take a number of different forms. It could happen as soon as tomorrow, or it could take some weeks yet. He has put himself in a position with military deployments to be able to act aggressively against Ukraine at any time now. 沙利文还妄称，中国最终将承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部分代价。中国没有能力补偿俄罗斯因美国制裁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分析认为，在中俄领导人在冬奥期间深化两国关系的同时，美方对中俄关系进行挑拨离间不可能得逞。目前，美国宣传机器火力全开，不断散布俄方正紧锣密鼓准备入侵的消息。美国政府2名高官放话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战斗力已部署到位约70%，并预测开春后将发生战争，但这些官员拒绝提供相关证据。西方舆论场上似乎战争一触即发，彭博社官网上周5也大摆乌龙，突然发布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错误标题，还标注直播字样。这条假消息挂在彭博网首页长达30分钟，震惊世界。随后彭博社认错删除，当事人俄乌双方都对此表示愤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批评称，这是北约渴望的全球信息和政治混乱，真正的变态者想出了当前开战的事情。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也对西方舆论场上的假消息满天飞表示担忧。他周日再次敦促人们忽略有关俄罗斯即将入侵该国的所谓预言。这是一信息战的一种表现，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说，释放给这个首先是欧洲它的这个盟国，希望那个就是通过俄罗斯这种威胁呢，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团结这个它的欧洲的盟国，还继续维护它在这个欧洲地区的这种安全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力，这是它的目的之一。目的之二呢，我觉得它还是对俄罗斯进行施压。
事实上，美国还不断增兵欧洲。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向欧洲东部增派近3000名美军，使欧洲美军处于高度戒备的士兵多达近2万人。北约也计划在下周再次讨论增兵事宜，但美国和北约也都声明不打算派兵进入乌克兰，理由是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这样的说辞实际上是给俄乌双方的矛盾火上浇油。好，相关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说，俄罗斯随时可入侵乌克兰，几日或几周都有可能。那对此您怎么看？其实，俄罗斯屯兵俄乌边境的行为，究竟是在虚张声势，还是在认认真真的做开战的准备？当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在提心吊胆，都在猜。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罗生门。一方面，美国言之凿凿，把开战的时间、进攻路线、伤亡人数，甚至是俄罗斯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故意捏造的理由，都给一一罗列出来了。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对此这是坚决否认，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就如同美国要进攻英国伦敦一样荒谬，甚至是就差着对着老天爷赌咒发誓了。与此同时，当事人乌克兰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言行不一致的。一方面呼吁民众不要相信美国发出的末世预言，另外一方面这在暗中加紧备战。众所周知，最终的真相只有一个。那么美国与俄罗斯到底是谁在撒谎，谁在危言耸听，谁又在玩兵不厌诈？大家知道，在此前的评论中，基于基本的常识、理性与逻辑推理，以及当前看到的现象，还有俄乌战争有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我是断定俄罗斯不会全面进攻乌克兰的。而美方这有可能是基于他们所获得的机密情报，得出了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已经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的这么一个结论。假如美方依据情报得出的判断最终得到了验证，那也就意味着我本人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光是注重了客观的东西，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也就是主观性的东西。这个主观性的东西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个人的战略判断与战略意志。这也是当前观察家们都把不准俄乌战争究竟会不会打起来的原因。这就如同一个人跨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你无法判断这个人究竟是会进还是会出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但外交斡旋也在周一迎来高潮，白宫克里姆林宫同时迎来到访的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那为何此时拜登政府仍在全力鼓吹开战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俄罗斯持续向俄乌边境与白俄罗斯增兵，但隐而不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假如拜登政府是在危言耸听，故意制造俄乌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那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这么两个：一个是转移拜登与民主党面临的美国国内矛盾，并重新挽救、塑造自己在民众中的强人形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正面临着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有可能因此而倒退的尴尬处境。再加上去年从阿富汗仓促撤军与应对新冠疫情不利，已经让拜登本人的声望跌到了谷底，并有可能在接下来中期选举中丢掉国会的控制权，提前2年成为跛脚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拜登政府想利用俄乌局势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并通过兵发东欧来对外示强。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拜登政府想要通过夸大俄乌危机来恐吓欧盟，以挽救美欧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挽救处于人心涣散状态下的北约。因为近年来欧洲国家不仅出现了跟美国离心离德的现象，而且还想要在北约之外认组一支欧洲军，以把美国给架空了。对于俄罗斯来讲，过去这些年来，普京屯兵于乌克兰边境，摆出了要打仗的架势，但最终却隐而不发，对乌克兰毫发无伤。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才发生。因此即使普京
仍然在不断地往俄乌边境与白俄罗斯境内增兵，仍然不能排除这是普京打出的极限施压战术。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对于美国与北约日前递给俄罗斯的那一封保密信，尤其是美国与北约在信中开出的条件与所做出的承诺，普京并没有收获。同时，普京仍然认为，在美国企图联合盟友全力对付中国，以及当前欧洲正处于严冬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时候，眼下仍然是俄罗斯逼迫北约做出让步、停止东扩的最佳战略时机。就算是最终吓不着北约，至少也要把乌克兰吓到，让他做出不再加入北约的保证。欢迎回来。香港第5波新冠疫情升温，周一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600例，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香港15级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预告，香港政府考虑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周二在行政会议后将公布新一轮社交距离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人流，同时也会加强检测能力和个案追踪工作。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建议，要积极实施动态清零措施，以应对香港当前疫情。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报告，香港周一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14例，是前一天的1倍还多，其中有457例的感染源头仍在调查中。至今，香港感染病例累计15408例。我现在就在香港平日里最为繁华的街头铜锣湾崇光百货的门口，现在呢是下班时段，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与平日相比，人流已经是大幅的减少了。因为周六呢，铜锣湾崇光百货有工作人员初步确诊，那为了保障顾客和员工的健康与安全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呢，铜锣湾崇光百货都是暂停营业的。今天呢是重新营业的第一天。那据我观察呢，与此前相比，进店和出店的人群呢都已经是大幅的减少。那么屯门市广场呢，今天也有1名员工初步确诊，暂停营业。那可以说呢，如果防护不到位的话，去商场购物是存在感染风险的。那香港市民呢，普遍都是对此表示非常担心的。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周一晚约10点到达火眼实验室施工现场所在的香港马鞍山体育馆时，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几座实验室所用的充气膜已经基本完成充气，还有几座也在预留位置上等待充气。据了解，后续还有设备安装等工作。这次香港总投入的火眼数将达到16座，比2020年8月时要更多。我现在在马鞍山体育馆的门口，刚刚呢，我们是进入到里面见证了火眼实验室充气的过程。那我们刚刚呢了解到，今天半夜呢就可以完成10几个充气膜的充气。那目前呢，香港疫情的形势是十分的严峻，病毒检测的速度不够快，检测量不够多，都成为抗疫的痛点。那这几天呢，很多市民就表示要在寒风中排队3个小时以上才能进行检测。那相信火眼实验室的重新启用，将会极大程度上加快检测速度，缓解这一问题，帮助香港早日走出疫情。